日本终于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，可谓众望所归，他们的海鲜已经堆积如山。于是日本想出了2大损招，只为处理这些滞销的海鲜。自从福岛核污染水开始排放入海，日本的海鲜水产就出现了严重滞销的局面。据日媒报道，很多水产加工企业的仓库已经不堪重负，8、9米高的仓库已经顶到了天花板。看着堆积如山的库存，水产企业心急如焚，长期下去可能面临着破产的风险。为了尽早解决这一危机，日本政府究竟想到了什么样的损招？到底能不能解决库存的问题呢？首先，他们想到的是内部消化。日本政府号召自己的民众多吃海鲜，每天多吃5、6个扇贝，但是日本民众也很清楚，这些水产品都是不安全的，很快就表态了，价格太高吃不起。一看老百姓不买单，马上又想到了自卫队，通过强制手段让日本自卫队来消化滞销的海鲜。这回自卫队可真是大饱口福了。不仅如此，日本媒体还借机炒作，声称自卫队的士兵都可以吃，证明这些海鲜是足够安全的。这还没完，他们甚至还要求小学生食堂优先采购海鲜。这消息一出，日本的家长和教育界都炸锅了，又是游行又是抗议，遭到了民众强烈的反对和批评。日本眼看在国内行不通，于是向海外想办法了。除了祸害自己的民众之外，日本肯定忘不掉外国的民众。日本想通过出口把污染的海鲜转移出去，但是很无奈，谁也不愿意做大冤种。以前中国和美国是日本水产的2大进口国，如今我们已经明令禁止了。而美国虽然没有正式宣布禁止日本的海产品，但是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已经显示出来，美国近期大量的减少了从日本进口海产品。于是他们就想到了韩国，因为韩国始终都在公开的场合支持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，而且多次表态日本的海鲜是无害安全的。然而韩国自身难保，自己的海产品也大量的滞销，而且民众抗议接二连三，甚至出现了绝食抗议的事情。眼看这条路是走不通了，所以日本就指望着小菜菜了。小菜菜当局也曾多次在公开的场合给日本的海鲜站台，鼓励岛内民众多消费日本海鲜，甚至说微量的放射性元素有益身体健康。这个小菜菜为了填主子，不顾民众的安危，颠倒黑白，简直是丧心病狂。虽然小菜菜不顾岛内民众的反对，从日本进口了一些，但毕竟是杯水车薪，无法彻底的解决问题。各污水排海不仅破坏全球的海洋生态，对全人类的健康也造成了潜在的危害。日本国内也曾多次出现吃福岛海鲜紧急送医的病例，真是天道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如今日本的行为遭到反噬，是应该认真反省一下了，再不要想着把这些海鲜拿出来害人，最好自己留着慢慢的享受。对日本水产品滞销的危机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打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